榨干老旧 Mac 电脑的剩余价值以及它的性能。今天这一期我会利用这个编码软体来实现多台老旧的 Mac 电脑分布式的同步运算编码转档，来实现怎么样利用最大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怎么操作。首先第一步，你必须先从这个苹果的官方网站下载这个转码压缩的软体Compressor 的试用版。那可能看依据你有几台这个苹果的旧电脑那依序把它安装上。那打开界面之后，我们就要添加这个要转码的影片。那选择好之后，像我是要选择是这个 ProRes 422的那等一下再谈为什么要选择那个那它同时可以做批次处理我选择2个要转码的档案。那选择好之后，我们就要从设定里面去打开看。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高级的部分像启用附加这个不要选择，这个是指你有的那个核心多的话可以选择，但是我实验的结果是并不会提升速度那老旧电脑就不要选择那个。那比较重要的是我的电脑以及共享电脑这2项。那在共享电脑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把这个重级编码然后左下角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新增。那这个名称你可以自行制定。那如果说你的旧的苹果电脑都已经有安装这个 Compressor 的试用版的话，那也把这个刚刚那个我的电脑那边我们把它打开，把要共享的部分把它打开那就可以在这边共享的电脑可以看到，除你自己要编码的电脑之外那把那个共享就是说允许其他电脑在我的电脑上执行批次处理那这个部分把它开启之后，大部分就在这个右手边这边，你就会看到别台电脑。那再来就是在本机的部分，我们要把这个共享的文件打开那在设定的共享档案共享要打开打开之后，你要确认一下这个选项那选项里面使用 SMB 共享档案和档案夹要打勾，那这样就可以了。再来一个是这个使用者与群组的部分，在访客的部分访客的使用者的部分如果你有上锁，要把你的开机密码把它解锁然后允许访客使用者连接共享档案，这个要打勾那这样多部电脑在同时就可以写入运算好，各自运算好，由你本操作的这一台电脑要这个编码这一台电脑，原始档案这一台电脑，它就可以把它汇整在一起它是利用这个共享档案的方式多部运算把它整合到一个档案。那再来就是第二部电脑或者是其他部的电脑的设定也是一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开始之后你要选择这个在这个处理的时候批次处理的位置，那就选择刚刚那个重级运算重级编码的那个，那就包含了这个重级编码的本次的电脑。那现在萤幕上看到的是2个是2台电脑。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右上角是这个 i7 的i7 的 iMac 2017年的它全速运转。那在2015年的 MacBook Pro 它是 i5 双核的那它的运算也都是蛮载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就它会跳到这个已完成的页面，我们来看看它总共花了多少时间那我们看这个比较大的那个档案花了19分多，那比较小的那个档案只花了2分多钟。再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如果我3部电脑来同时运算呢？像现在画面上就又加入了一台2012年的 Mac Mini i7 4核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反而它这个运算的机制也蛮有趣的，就是它不一定说会先有哪一台电脑哦。那如果说你选择的那一台电脑比较老旧哦，那也有可能你比较快的那一台电脑，它会承担比较多的运算。那我们借由这样闲置的电脑闲置的这个 Mac 电脑，就可以重新再利用起来。当然，这是我个人在编码的时候的利用。那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我编码的时候再利用会比较有效。那因为素材我们都是压缩的档案，譬如说是 H.264 或者是 H.265， 那我都是用这个苹果电脑。那虽然可以处理 4K， 可是如果说你编辑的话，你不把它转成这个 Apple 的 Final Cut 里面的预设的这个 ProRes， 它有时候如果说这个轨道多一点或者特效多一点当然我运算起来就卡。那闲着也是闲着，但把剩余的苹果电脑的效能再利用起来这就是我的用意。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画面当中，3台电脑它其实跑的时间到最大档那个其实差不多一样19分钟那我们看到差不多19分钟，那反而第二个它用了6分钟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有可能就是网络拖慢速度的关系，因为我其他那2台协同分布式的重级运算都是透过 WiFi， 那 WiFi 的频宽不够大，可能就会塞住了这是各位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好，那今天就说到这边，谢谢各位，记得订阅拜拜。